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红小花演医生，走心排行榜，杨幂进步了前3，李沁垫底。谢谢你医生和促行者同时轰炸，你觉得哪部医疗剧更好看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杨幂在《谢谢你医生》中的演技被赞，甚至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她从业10年来演技最好的一次，而且造型也相当拉风。白天她是穿梭于医院的白衣天使，下班后穿上机车服又飒又美。其实医疗剧在电视剧市场一直都很吃香，也有不少当红小花都演过医生，但是谁的造型和演技更让你入戏呢？以下排名仅代表个人意见，不喜勿喷。第10名，爱上特种兵李沁。爱上特种兵曾经是李沁和男主角黄景瑜的滑铁卢之作，至今评分4.2分，吐槽声大过赞美声。这主要是因为剧情太过浮夸，而且男女主演一个过于油腻，一个则显得疯癫，完全和军人、医生的职业不搭边的感觉。李沁饰演的东南战区总医院心外科医生夏初，本来应该是个温柔又独立的人设，但却被他演成了咋呼、浮夸、用力过猛的模样。另外，李沁版本的医生和杨幂有共同的劣势，长得太漂亮，妆容太精致，而且她属于非常适合美强惨的那种演员，所以在一部戏中装可爱就会显得突兀。第9名，亲爱的生命宋茜。前段时间刚刚播出的医疗剧《亲爱的生命》，聚焦妇产科医生的生活及日常，由85花宋茜和王晓晨挑大梁主演。宋茜演的杜弟是产科住院医师，性格上很与众不同。她霸道、好强，又敏感细腻，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，符合许多观众对于医生的想象。不过，一直以来，唱跳歌手出身的宋茜在演戏上都饱受质疑，许多网友们都觉得她演技特别无力，甚至还有人拿她和杨幂做比较。所以在《亲爱的生命》中，宋茜的演技也依旧一般般，没有太多质的飞跃。而且此剧除了医疗剧应该有的专业故事之外，还夹杂了太多狗血的婆婆妈妈，甚至为了推动剧情，编到离谱，也是观众吐槽弃剧的原因之一。第8名，一起深呼吸戚薇。戚薇主演的医疗剧《一起深呼吸》，聚焦的是员外医疗团队的群像，所以在题材上是有优势的。而且剧中男主角还是最近很火的杨佑宁，演技、颜值和耳萌一样不缺。但是此剧没火，理由有很多。首先说戚薇，这些年她虽然也一直在拍戏，但是其实并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作品，代表作《夏家3000金》还是11年前的电视剧。在演技上，戚薇似乎也没有什么亮点，近几年一直是以和老公李承铉之间的秀恩爱博取关注的。而且她的长相属于精明中带着狠厉的感觉，所以以往的作品中常以演坏女配见长。因此，在一起深呼吸中，戚薇演的工作严谨的产科医生周月，总会给人一种跳戏的感觉。虽然她性格上很讨喜，人称小杠精，但这个外号与戚薇本人御姐风范似乎也完全不搭嘎。第7名，追光者吴倩。追光者是吴倩离婚之后的逆袭之作，但是似乎除了粉丝，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，甚至到了后期还直接出现了口碑暴跌的现状，观众直呼快弃剧。吴倩在其中饰演的女医生展颜，由于是公益救援性质的女医生，所以更应该温柔坚定，有主见。但是在这部戏中，她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吴倩闪婚闪离，又生了孩子的缘故，所以已经没有之前的灵气了。不过在整体的扮相上，吴倩比其他女演员要好一些，起码站在人群中不会特别出挑，
看一眼会让人相信是医生，不是女明星。但是由于追光者的剧情实在非常乱套，不接地气儿，相当浮夸，导致悄无声息的糊了。5. 第6名，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王子文。古灵精怪的王子文，在2020年播出的《了不起的儿科医生》中，出演了菜鸟专陪医生教家人。这是一个满腔热爱，但有些力不从心的女医生，在后期编剧会着重笔墨来诠释她的成长。从颜值和扮相上，王子文还算过关，但过于精致的头型、妆容也很容易让人出戏。而且她的关系户身世、随意泛滥的圣母心，以及不少医疗处理中的错误细节等都成了槽点，也使得此剧不温不火。但此剧更离谱的还有剧情，比如男主角让他一边闻着排泄物，一边比赛喝蛋花汤，导致观众很像对男主问一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再有，披着医疗剧的外衣演偶像剧的套路，也着实老掉牙了，让网友强行吐槽，大可不必。6. 第5名，谢谢你医生杨幂。根据高分同名言情小说改编的《谢谢你医生》最近热播，堪比杨幂的转型之作。剧中她饰演的女主角萧燕是个有着人心人术的万能医生，面冷心善，外表美丽，个性强势，是别人眼中的孤美人。杨幂在还原神秘御姐这一块，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穿上白大褂也仍旧美得不可方物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可能在医院这个地方就显得美得太突兀了。而在演技方面，杨幂的最大问题在于台词，有些地方显得生硬，吐字也不太清晰，但是眼神上有了内容，这是她的进步。7. 第4名，小大夫张嘉倪。小大夫和其他医疗剧的立意不太一样，别的剧都是在医疗剧的基础上牵扯出不少人情世故，但小丈夫则是在一对鸡飞狗跳的情侣发生的故事中穿插着医疗事件，因此也被外界称为最不正经的医疗剧。张嘉倪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，要不是冷面御姐，要不就是心机女二的感觉。但是在这部作品中，她演的主任医师黄蓉年轻漂亮，事业成功，生活中却神经大条，和董子健饰演的郭靖是一对欢喜冤家。剧中的剧情也很离谱，除了婆婆妈妈之外，还加上了破案悬疑的元素，比如他们治病过程中遇到了脑囊虫病、蚕豆病、保健品引发的慢性汞中毒等棘手的病症，没事时就得抽丝剥茧，直到药到病除。张嘉倪在剧中的演技尚可，尤其是由于人设的关系，各种犀利语言张口就来，让观众看得过瘾，但就适合医生的职业，看着还差点什么。8. 第3名，关于唐医生的一切，秦岚。今年6月份播出的《关于唐医生的一切》是秦岚继《传家》之后的又一部主演作品，目前她的资源相当爆棚，可以说是比较火的大花了。这部作品评分也不低，甚至还有人评价称外科手术加职场内斗的开场有白色巨塔的感觉。所以在一众医疗剧中，关于唐医生的一切的排名必须是靠前的。而秦岚由于很适合这种御姐风的性格和造型，所以塑造的新外科医生唐佳瑜让人印象深刻。她心高气傲也柔软善良，和女2号高露饰演的欧阳真与惺惺相惜，站在一起非常养眼。如果说这部剧中唯一的败笔，可能就是男主角魏大勋，他因为录制了太多综艺，难免让人出戏，而且和秦岚站在一起也基本上没有什么 CP 感。9. 第2名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，马思纯。如果说披着外衣演偶像剧是许多医疗剧最大问题，那么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就显得没那么难以接受了，因为它的定位本来就是偶像剧。在这部作品中，马思纯瘦回年轻时的颜值巅峰，饰演的神经外科新晋住院医生米卡很拉好感。她既不是学霸，也没有手腕，
却因为沉稳又较真的性格，一路逆袭，不仅成为了优秀的医生，还在过程中收获了特警男友邢克磊。在这里要表扬一下马思纯，不愧是影后，演技是过关的。无论是开篇的被当作人质时的惊慌失措，但仍旧记着医生的专业，还是后期在救灾过程中眼神中的坚定、自信，她的完成度都很高。但是刚才说到了，这部剧的剧情还是以谈恋爱为主，所以展现女主角作为医生的桥段并不多。10第1名外科风云白百合，7.3分的外科风云，就算是医疗剧评分比较高的作品了，而且男女演员当时都处于自己事业的巅峰期。白百合其实是走小妞路线的，但由于本身比较精湛的演技和可塑性，所以在外科风云中饰演的胸外科医生陆晨曦还是有说服力的。在性格上，陆晨曦耿直豁达、坚强乐观，也比较符合白百合现实中的人设。怎奈当这部剧刚刚播出，白百合就遇到了一指禅事件，一夜之间导致口碑下降，外科风云也受到了收视的打击。而且在剧情上，当时还引起的探讨，该剧的总制片人侯洪亮如是说：写职业剧不是说编剧在医院蹲3个月就能写出来的，你的思维不是医生的思维，一般的编剧跟这种状态比非常不一样。而此剧的编剧朱朱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，所以在剧情上还算说得过去。但是悲哀的是，仍旧逃不脱男女主角的那点爱恨情仇。以上10个演医生的小花，哪一位最符合你对医生的想象呢？